今天我們來聊聊馬來西亞10大最強國際品牌。其實很多人一講到馬來西亞，腦中第一個跳出來的畫面是什麼？榴蓮、肉骨茶、旅遊、物價便宜、適合退休，這些都沒錯。但如果你只看到這裡，其實你只看到這個國家最表層的那一層。記得訂閱加點讚，有想說的話也可以留言告訴我，我們一起討論。廢話不多說，我們開始。第10名 Mr. DIY。 很多人看到 Mr. DIY 的第一反應都是不就賣雜貨的。但老實講，這家公司如果你只用便宜2個字看它，你會完全看錯。你走進任何一個東南亞國家的购物中心，從泰國、印尼、菲律賓、柬埔寨、文萊，到香港和阿聯酋，甚至土耳其、印度都有它的影子。一個馬來西亞品牌可以在10多個國家開出4000多家店，這在零售業是很到这讓同行睡不着的規模。而且 Mr. DIY 的可怕不是便宜，便宜只是副作用，它真正的殺手鐧是供應鏈。它把低價貨物全球移動這件事做得像玩具積木一樣精密，大量 SKU 分散採購，用算法算倉儲，用大數據算需求，用極端規模換掉中間層成本，最後把整個價格優勢壓成一條鐵軌，直接從倉庫鋪到消費者的購物籃裡。你看到它貨架上那些便宜到讓你懷疑人生的產品，背後不是撿便宜貨，而是一台從中國製造到東南亞通路的大型物流機器。更誇張的是 Mr. DIY 完全不用品牌故事那套，它的品牌就是一句話：這裡東西不會貴，東西一定夠多，你一定會買到你原本沒想買的東西。你進去是為了買一顆電池，結果出來的時候手上會多一包收納袋、一疊相框、一把小鐵錘，還有你自己也解釋不清楚為什麼買的萬用膠。那不是衝動消費，那是他把生活小物這種品類拆得太細，補得太快，價格壓得太準。它不是讓你覺得便宜好用，它是讓你覺得不買好像在虧。最關鍵的是 Mr. DIY 不靠名人代言，不靠豪華廣告，不靠故事包裝，它靠的是一種零售界最現實的能力，讓顧客進來時無感，結賬時覺得自己賺到。你會忘記它來自哪裡，但它的門店卻無處不在。這就是為什麼它能代表馬來西亞品牌走出去，而且走得很狂的原因。第9名 Hartalega。 Hartalega 的存在感低到不抢鏡，但它在全球醫療體系裡的地位硬到足以讓各國醫院乖乖排隊買單。你以為它只是做手套？其實它做的是全世界醫生、護士、藥廠、實驗室每天都會用到，但永遠不會有人感謝的那一類關鍵耗材。疫情前就已經佔據全球市場 65%。醫療手套看起來很普通，可真正能做到不破不漏不掉粉不過敏品質穩定到變態的廠商全球沒幾家，而 Hartalega 就是在金字塔頂端吃肉的那一個。你看到那些薄到像空氣的丁腈手套，背後是全自动化工廠在跑，原料配方算到小数點，硫化溫度恆定，模具精準，每一雙都經過針孔測試，連濕度都被寫進 SAP。 別人還在想辦法節省人工時，他已經把機器人整合進每一道工序，用的是那種你連手套厚度差 0.01 毫米都能追蹤回源頭的生產尺度。它為什麼能在全球賣這麼貴？因為醫院不是買便宜，是買不出事。手套破一個洞，責任鏈會炸到天際，品質不穩定，供應商會被秒踢。Hartalega 的真正價值就是穩定的像物理常數， PP 一致，交期準，數據齊全，品質可追溯，讓採購部門不敢亂換對手。更精彩的是，它不靠故事，不靠廣告，不綁扣，它只用技術含量和超自動化產能告訴你，想買便宜的可以去別家，但想買放心的只能來找我。你生活裡可能從來沒聽過這家公司，但只要你家裡、公司、醫院裡看過丁腈手套，有很大概率你用過的那一副就是從它的超潔淨工廠出來。真正站在全球醫療供應鏈天花板的，就是這種安靜、精準、效率高的不像話的馬來西亞品牌。第8名 IOI Corporation。 這個品牌是那種你平常完全不會注意，可一旦往供應鏈深處看，就會發現它的存在感大到嚇人的公司。它不是開在街角的品牌店，也不跟你講生活風格，
它主要做的是全世界食品工業、日化品牌、烘焙工厂每天都離不開的那種底層原料棕榈油，而且不是一般的棕榈油，是全球大型食品集团、巧克力廠、餅乾廠、冰淇淋廠、洗髮精品牌都會拿來調配、加熱、氫化、混合的那種關鍵油脂。從 Oreo 到 KitKat， 從冰淇淋到肥皂，裡面用到的部分油脂很可能都跟 IOI 有關。它的強不是在這東西很好吃，而是它掌握了一條從上游種植到中游煉油到下游油脂化工權垂直整合的鏈條。一般廠商只能做一種環節， IOI 是把整個鏈條抓住，變成你要買原料就繞不開它。食品廠要穩定供應，只能找它這種量大、規格統一、交貨可靠的大型玩家。日化品牌要做配方，也只能找數據齊全、品質標準化、符合國際認證的大集团。它就是這種你不用知道它是誰，但你絕對逃不掉它產品的那種存在。更狠的是 ，IOI 的客戶不是一般小品牌，而是歐洲、美洲、東亞的大型跨國公司。你以為吃的是本地餅乾，結果裡面的油可能是從馬來西亞煉好後裝船到荷蘭，再經過加工，最後繞一圈回到你的嘴裡。這就是全球食品供應鏈的現實，而 IOI 就是站在鏈條中心那種看似無名卻實際控制原料流向的企業。最有趣的是，它的生意模式完全沒有浪漫成分，所有決策都跟土地、產量、化學反應、貿易路線和期貨價格有關。它不做廣告，不搞潮流，不強調品牌故事，連社交媒體都懶得經營。它真正經營的是全球數十國長期穩定供貨的信用。只要它的產品不停，它的現金流就不會斷。你每天用的食品、洗澡用品、洗衣精，多少都跟它有點關係。這種不會上熱搜，不會被拿來拍短片，但在全球供應鏈裡穩得像地基的企業，就是馬來西亞能在國際市場站穩腳步的底氣之一。第7名 CIMB。你是不是以為只是馬來西亞的一家銀行？但只要你一把地圖攤開，會發現它的觸角已經伸到東南亞金融系統的血管裡。它不像那些靠豪華廣告、名人代言來刷存在感的銀行，它的主戰場根本不是本地，它瞄準的是整個東盟10國的資本流動、跨境結算、投資銀行業務，還有企業最愛的融資與併購。一般銀行只會在國內做儲蓄、貸款、信用卡，頂多再來個保險賣。CIMB 則是同時在新加坡、印尼、泰國、菲律賓、越南、柬埔寨、寮國等地開分行、設投行，搞資本市場業務，走的全是區域級選手才玩得起的路線。企業要跨國併購，他接單；政府要發債，他承銷；跨境資金要走東盟，他的網絡直接接好。甚至連伊斯蘭金融這種超專業領域，他也是區域內最強的玩家之一。最有趣的是 CIMB 的擴張風格不是暴衝，而是那種你以為它沒在動，但幾年後你再看，它已經安靜地吃下一個國家。收購當地銀行，整合區域網絡，逐步把系統和服務統一，讓企業客戶進來時感覺就是不管你在馬來西亞、新加坡還是印尼做生意，用它一次把整個區域都接上了。CIMB 的真正價值不是銀行服務好不好，而是它讓東南亞的企業有辦法像歐盟企業一樣，把跨國業務當同一個市場來跑。你在馬來西亞總部發工資，印尼開工廠，泰國設倉庫，越南收款，它都能處理。聽起來很樸實，但它在幹的是整合一個區域的經濟動脈。這種東西對國際企業來說，比任何廣告都來得更現實。而且 CIMB 的策略非常清醒，它不是想當世界銀行巨頭，它是專門在東南亞把盤子做深、做熟、做專業。你可以不認識 CEO， 你也不會看到他上網洗風向，但你一旦在區域做生意，就會發現 CIMB 的名字躲不掉。它穩，它專業，它長期主義，它的存在讓東南亞像一個連起來的商業區。這種企業就是典型看似低調卻在國際市場上站得很穩的馬來西亞代表。第6名 Axiata。 如果說前面那些公司是在賺錢，那 Axiata 做的事情更狠一點，他在改寫一個國家怎麼連上世界。你可能沒聽過這家公司，
但你只要去過印尼、孟加拉、斯里蘭卡、柬埔寨、尼泊爾這些地方，用過手機、刷過網絡、傳過訊息，很高幾率你已經在用它的系統。Axiata 的商業邏輯很簡單，也很殘酷。哪裡人口多、成長快、電信落後，他就進去，把整套現代通訊一次性鋪好。別人看到的是風險，他看到的是未來10年穩定到不行的用戶規模。他不追求全球最大，他追求的是區域不可替代。在成熟市場跟歐美電信巨頭硬拼，贏面不高。但在新興國家，只要你先把基站插好，頻譜拿穩，系統建完整，後面基本就是長期收租。Axiata 做的正是這種生意，前期砸錢像在燒，後期回收像開水龍頭，幾千萬、上億用戶一接上網路，每一通電話、每一筆流量都會變成現金流，慢慢流回來。它最聰明的地方在於，你以為是本地公司，其實不是。Cellcom、Dialog、Robi、XL、Axiata 這些名字在当地聽起來都很本土、很親切，政府好溝通，民眾沒排斥感，但真正的資本、技術、系統決策全在同一間馬來西亞母公司手上。這不是品牌操作，這是政治與商業都算得很清楚的布局方式。當地覺得你是自己人， Axiata 卻把整個區域當一盤棋在下，而且他早就不滿足於電信公司這個身份。5G 網絡、企業專網、雲端、金融科技、數位支付、物聯網，它通通都插一腳。原因很簡單，只要你掌握連線入口，所有數位服務都會來找你。你今天用手機付款、遠端辦公、刷短影音，底層那條看不到的網絡，很可能就是他鋪的。最現實的一點是 Axiata 的用戶規模已經大到一種境界，你可以不認識這家公司，但它的網絡每天在替上1人口工作。它不是那種會被拿來當商業傳奇講的企業，但它確實把馬來西亞的影響力安靜地埋進了好幾個國家的基礎設施裡。這種公司不需要被看見，因為一旦你真的看見它，通常代表這個國家已經離不開它了。第5名 Henteng Group。馬來西亞觀眾聽到這個名字時，可能只想到賭場、雲頂山涼涼的空氣，坐纜車上去看演唱會。但如果你把賭場2個字先放旁邊，你會發現這家公司真正厲害的地方，是它像一台跨國機器，把旅遊、酒店、郵輪、能源、度假村、主題樂園、地產這些原本互不相干的產業，全部塞進同一套全球版的商業系統裡。你在馬來西亞玩的是它，在新加坡玩的是它，在英國玩的是它，在美國玩也是它。只要你踏進某些城市的娛樂區、度假區，那個光亮亮的綜合度假村，有很高幾率背後是 Henteng 的資本。它厲害的點不是規模大，而是每一個業務都是硬資產，那種要幾十億美金才有辦法開動的級別。你看到的是酒店、劇院、購物街、餐廳、賭場、海景房、郵輪，背後其實是他把土地開發、娛樂運營、酒店管理、資本投資、能源、供給這些複雜系統揉成一個生態圈。別人要靠廣告吸引遊客，他靠的是整個園區連成一條鏈，讓你住他的酒店、吃他的餐廳、看他的表演、逛他的商店、玩他的設施、坐他的郵輪，然後錢自然不會跑出去。最誇張的是，他不是只在一個國家玩這套，是在多個國家同時複製。你在 Resorts World Sentosa 看到海洋館、環球影城，那背後的資本結構就是它。你在美國拉斯維加斯看到 Resorts World Las Vegas， 那棟外牆亮到像巨大手機屏幕的建築，也是它。甚至你去英國賭馬、看秀、入住度假酒店，那些熟悉的 Resorts World 字樣，全是它留下的腳印。這種跨國複製能力不是靠運氣，而是靠幾十年踩雷累積出來的運營。把怎麼讓遊客持續消費變成一套可以標準化輸出的技術。更現實的是 Henteng 的核心競爭力從來不是賭博，而是把人從現實世界抽出來，丟進一個你願意一直花錢的場景裡。他做的是體驗經濟，但規模大到他自己就是小型經濟體。你以為你是去放鬆，結果你是走進一個成本結構精密、動線規劃有邏輯、每一個樓層布局都有意圖的商業迷宮。而 Henteng 就是在設計迷宮的人。這家公司不會告訴你自己多傳奇，他也不需要。
因為當一間企業可以在不同國家蓋出那麼多城市級別的娛樂綜合體，它已經不只是品牌，而是一個能改變城市觀光版圖的力量。別人在做企業， Henteng 在做地標。第4名 YTL Corporation。 這家公司是那種典型外行看不見，內行看了會點頭的公司。它不賣夢想，不做話題，不追熱度，但它掌握的東西非常現實，水電、交通、能源、基礎建設。講白一點，只要一個國家要正常運作，就一定會用到它這種公司。YTL 最狠的地方在於，它玩的是最無聊也最賺錢的生意，而且一玩就是幾十年。別人做企業想的是今年要爆， YTL 想的是接下來30年我都要收得到錢。他在馬來西亞起家，但真正把實力打出來是靠英國、澳洲、日本這些成熟市場。能在英國經營水務、鐵路、電力，還能長期續約，這件事本身就說明一件事，他不是靠關係，是靠專業、穩定和信用在活。他的商業模式非常老派，但老派到近乎無敵。你看到的是水龙頭一打開就有水，電一插就亮，火車照表走，背後其實是 YTL 在管線、發電廠、調度系統裡默默運轉。它不需要天天跟消費者溝通，因為只要系統不出事，就沒人會注意到它。可一旦它出問題，整座城市都會知道。所以它最核心的競爭力不是行銷，而是不能出錯。這也是為什麼政府願意把關鍵基礎設施交給它長期經營，因為它給得起穩定，扛得住壓力，也賠得起責任。更有意思的是 YTL 不只守着老本，它也很清楚未来要往哪走。能源轉型、數據中心、電動車充電、5G 基礎設施，它全部都有插手，但插得非常克制，不跟風，不亂燒錢，確認回報結構成立才下重注。你不會看到它突然高調宣布要改變世界，但你會發現很多國家在升級基礎設施的時候，它的名字會默默出現在合約裡。第3名 Top Glove。 這家公司成立於1991年，是那種你可能沒興趣，覺得很無聊的產業，但一旦你走進醫院、實驗室、食品廠，你會發現它的產品幾乎無處不在。它不是那種華麗的品牌，沒有亮晶晶包裝，也不會找明星代言，可偏偏它的規模大到離譜。全球最大的手套製造商，巔峰時期市占率超過1/4，等於是全世界每4副手套就有1副來自它的產線。它的厲害也不是什麼便宜取勝，而是它把一件看似簡單的產品做到極致工業化。醫療手套這種東西，外行覺得隨便做，內行知道這產品麻煩到不行。原料配方要穩，溫度要穩，拉伸要準，針孔不能超標，表面處理要一致，任何一個環節出錯，整批貨就廢掉。Top Glove 的本事就是把這種麻煩重複再重複，用幾十間工厂、幾百條自動化產線，把它變成穩定到像印鈔機一樣的流程。你可以說它無聊，但你不能否認它穩定的可怕。更關鍵的是，手套這種產品看似單價低，卻是醫療產業的剛需級別。醫院、診所、牙醫、藥廠、食品加工，只要一天不戴手套，基本業務就停擺。這個需求全球都一樣，也不會突然消失。這讓 Top Glove 的商業模式有一種近乎傲慢的穩健。它不需要依賴趨勢，不需要看消費者臉色，只要全球醫療體系繼續運作，它就有生意。疫情時需求爆炸，它賺到飛天；疫情結束，需求回歸正常，它仍然活得很好，因為它才是那個穩字當頭的供應商。它真正的競爭力不是價格，而是量，以及持續供貨的能力。跨國醫院集團、歐美醫療器材經銷商要的是安全感，不是驚喜。少一個針孔，就是供應商能不能繼續合作的標準。Top Glove 靠着規模、自動化和滿滿的工廠群，確實讓很多客戶覺得安心。再怎麼缺貨，它都還是能擠出產能供你。最有趣的地方是 ，Top Glove 其實不需要你認識它的品牌，它不是來討好消費者的，它面對的是醫院採購、醫療集團、批發商。這種 B to B 生意講究的是信用、產能、穩定度，而它3樣全都頂。你可能永遠不會買一盒寫着 Top Glove 的手套，可你在醫院看到的醫生戴的、實驗室用的那些品牌名你沒看過的手套，很可能都來自它的工廠。
第二名 Maybank。大多数国家的银行頂多做好本地市場就算不錯了， Maybank 玩的卻是區域盤，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菲律賓、柬埔寨、越南全部有布局。你如果是一間跨國公司，從新加坡收款，在馬來西亞發薪，在印尼開廠，在越南供應鏈付款，一套 Maybank 就能全部串起來。它不是提供銀行服務而已，它在做的是幫你把東南亞當成一個大市場來跑。對企業來說，這種便利就是實實在在的競爭優勢。它厲害的地方是它在每個國家都不是象徵性插旗，而是深入到當地金融系統裡。新加坡的投行業務，印尼的消費金融，區域內的貿易融資，它全部都有重量級存在。很多時候你以為你在用當地的金融服務，回頭一查，幕後其中一個大承辦商就是 Maybank。 還有一個外界常忽略的點， Maybank 是東南亞伊斯蘭金融的巨頭，這個領域門檻高，監管嚴格，專業度爆表，但市場大得驚人。你要在穆斯林國家融資發債做投資結構，只要講到專業， Maybank 基本都在牌桌上。它不是跟風，而是從很早以前就開始深耕，把伊斯蘭金融變成自己的護城河，別人想學也學不來，因為法規、文化、客戶關係都不是1年2年可以補上的。更現實的地方在這裡，銀行這種行業賺錢不是靠驚喜，而是靠穩。Maybank 的資產規模、營收、利潤常年穩穩地坐在區域前排，它不是爆發型，是那種長期主義一路堆上去的重量級。它發的貸款、承做的企業業務、撐起的跨境交易規模，都讓它變成區域經濟裡一塊定海神針。你可以把它想成東南亞資本流動的其中一條主幹線，只要錢在區域裡走，它就有份。最妙的是 Maybank 完全不需要當明星，也不需要炒話題。它的品牌力來自你急的時候，它處理得掉；你要跨國的時候，它接得住；你打算長期經營，它賠得久。這種銀行不會讓你尖叫，但會讓你放心。你不一定天天想到它，可你需要它時，它永遠都在。Maybank 的國際地位就是這樣來的，不是靠聲量，而是靠實力、規模、網絡，讓整個區域的企業、投資人、政府都習慣它、依賴它、離不開它。因為當你能讓錢移動得更順、更快、更安全，你就已經是區域強者了。第一名 Petronas。 你一講馬來西亞石油公司，你會第一個想到的名字，不是因為它會打廣告，也不是因為它會炒品牌，而是它在全球能源市場的位置實在穩到不像東南亞國家會擁有的力量。你可以把它想成國家級現金流引擎，但規模是那種可以拉動 GDP、支撐國家財政、左右區域能源價格的等級。它不是本地冠軍，它是貨真價實的世界級油氣巨頭。它的業務不是挖石油這麼簡單，上游勘探、海上鑽井、天然氣液化、全球液化天然氣運輸、煉油、石化、能源交易、潤滑油品牌，再到新能源投資，一整條鏈它全做，而且做得很完整。你在沙地、在澳洲、在加拿大、在中東、在非洲聽到 Petronas 的項目很正常，它在50多個國家插旗，沒有哪一個區域是點到為止。它去就是大規模、長期、系統性經營。很多人不知道 Petronas 是全球液化天然氣產業的關鍵玩家之一，甚至是亞洲定價機制裡很重要的聲音。這種話語權不是靠喊，是靠幾十年累積的氣田開發、液化廠、船隊、長期合約堆出來的。最經典的例子就是它的天然氣業務。馬來西亞本身就是天然气大國，而 Petronas 是從上游到出口一體化的設計。你現在在亞洲點火、做工業、發電，只要有液化天然氣，理論上都有可能來自他家。能源供應這種東西是零容錯產業，交期一延遲，壓力一掉，純度一有問題，整批貨就沒人敢用。Petronas 靠的是它不會搞砸的信用，這在國際能源市場是比金子還硬的資產。更誇張的是它的深水與海上工程技術，它的海上平台、浮式液化天然氣都在行業裡屬於能做到的國家不多，而馬來西亞是其中之一。浮式液化天然氣更是屬於那種你能做出來，
全世界都會對你刮目相看的等級。因為那不是造一艘船，那是造一個漂浮的海上工廠，能把天然氣現場抽、現場液化、現場輸出。這個技術本身就是門檻，它做給全世界看。馬來西亞不是只會出口原料，馬來西亞會做技術。Petronas 的存在感強到一種程度，你在國際商會、能源論壇、油氣會議裡，只要有国家石油公司的場子，它就是跟沙特阿美、卡塔爾能源、阿布扎比、ADNOC、挪威 Equinor 這些巨頭並列出現。它不是地區型能源企業，它是世界級桌子上有名字、有位置、有票、有話語權的玩家。而且它不是那種爆發後會消失的企業，它的體制屬於越走越穩、越穩越大那種路線。石油有波動，它靠天然气撑；天然氣有波动，它有下游化工；化工有波动，它有潤滑油、零售能源、新能源布局、投資基金。它的收入結構夠分散到可以面對完整的經濟週期。你每天加油時看到的是綠色標誌，但你很難體會那標誌背後是一整座跨國工業帝國。Petronas 的強大不是宣傳出來的，是它實實在在改变了馬來西亞在全球經濟裡的位置。這家公司代表的是另一種國力，不是喊出來的，而是用幾十年技術、資本、工程和穩定性累出來的。在馬來西亞所有國際品牌裡， Petronas 的名字是唯一一個能讓全世界點頭認可的第一名。回頭看這馬來西亞10個國際品牌，你會發現一個很有趣也很現實的共通點。他們沒有一個是靠炒話題起家，也不是靠品牌故事紅起來。他們做的都是你平常不會注意，但全球離不開的東西：能源、銀行、基建、手套、油脂、零售、電信、旅遊。一旦把這些領域串起來，你會突然明白，馬來西亞真正的國際競爭力，從來不是外面講的美食便宜、旅遊國家，而是這些安靜但能長期穩定運作的企業。也許你以前覺得馬來西亞在國際上沒什麼存在感，但當你看到 Petronas 的天然氣船隊、Maybank 的區域資本網、YTL 的跨國基建、Hunting 的全球度假城，你大概就會明白，馬來西亞不是沒有聲音，而是它的声音藏在看不見的系統裡。這就是低調不出聲，其實內有乾坤的國家。馬來西亞，我的家園。好了，看到這裡，我基本可以證明一件事，就是你把整部影片看完了，有什麼想說的，記得在底下留言，讓我知道你的想法，也別忘了訂閱加點讚，我們下期見。